好 Hello ，OK，Hello，大叔苏中中文，文，好，OK，我有赢。好，那各位同学，今天又到了星期一，是我们大叔中文的直播日。那对对对，本来今大叔们天要的暑假终对于快结束了啊。对要收心了啊，嗯，暑假过得太舒服了，太轻哎，松了。嗯，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我怎么听到有回音吗？对有回音，是我的回音，我没有听到任何回音诶。好了好了，因为我刚才把那个咱们的 YouTube 那个哦，打开了那个，OK，页面打开着，我就说好像怎么这么久，怎么延迟了会有几秒。回音？好，啊，那各位同学，今天本来想要跟各位同学介绍一些这个赞美人用的中文，不过呢，我们临时改了一个主题。那这个因为灿叔最近好像在阅读一本书，然后得对，到了一些 inspiration 灵感，对，所以呢，我们今天先让灿叔分享一下他的灵感。好的好的然后发生 what happened 发生什么事好了？诶，我怎么一直好的，讲英文？对啊，好，为什么糟？What's the 糕了 matter？，What's the matter？怎么了？好来，那灿叔，对，你最近看了就是什么书？有什么想法的？对，对，其实最近大家都知道暑假嘛，很多时候也做不了太多工作，我就想对，着趁这个时间看看书，看了一些书，最近看了一本书叫《认知天性》，它其实这好，本书的英文名字叫 Make It Stick，就是说这个东西在你脑，make 子 it 里怎么 stick，留存下的，这个意思啊。就是认知管教天性，OK，对，好，怎么记东西的，关于人的这个脑子啊，怎么记忆东西的，我觉得嗯哼，特别特别有意思，就是让我对这个过程，就是其实它对学习语言特别特别有用处嘛。因为我们学习语言嗯，的时候，很多时候会觉得，就是我看了这么多大书中文，我还看了这么多 YouTube 上的频道，为什么我的中文还是这么烂？为怎么什么我都没有进还是说不出口步，呢？对没有不对？进步，怎么回事儿？对不嗯，对？对对其实我对觉得大书中文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材料，因为它特别鲜活口语。对但是我觉得对，大书中文啊，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用来只是听嘛，对不对？只是像这种通勤的路上啊做饭呀、上厕所呀，我们对，听听大书就是他中文。没有，我觉得就对，是有的人嗯，看大叔中文是这个泛听，然对对对后可能听完你就忘了，也有可能，你只记得对，我们听完聊了什么，不要说可能忘了，我告诉大是家根本就忘了，百分之百100%会忘可啊。能对，只记得嗯，主题，但是对，我主题们讲的重要词汇全部忘记了。全部对忘记都没有用对啊。所以就是对我看这个书让我就是感受，其实学任何语言，你一定对，要有一个过程，就你嗯要去检索你学过嗯哼，的东西，就是对学过一段时间之后，你需要去回头再去看，对对，回头最主要去想，不是把书打开看，而让着脑子去想，因为我们脑子其实很懒，脑对子的总会选取最轻松的这个方式，最轻松什对，么？就是看看视频啦，听听歌啦，听听大叔中文啦，我们不用去很努力，但是不嗯努力做的事情，它其实成效甚微。就是对我们怎么去把这些东西，你就怎么去通过看大叔中文的这些知识点，你要吸收呢？你就需要刻意的去做一些练习。这个东对，西我觉得就是，所以这个是我想的一个改变大叔中文一些配套练习的这么一个方式。我觉得大对对叔中文这个材料真的特别特别好。首先，它适合对泛听，就是我们很多时候需要有语感，不断去听日常的东西，大量的输入。但是我觉对，得其实大叔中文里面也可以摘出一些很精彩的东西，而且特别特别好的东西，怎么把它做嗯成一定的这个题目，而且不是那种很简单的题目。因为我觉嗯得很多人喜欢做题目，也喜欢做特别特别简单，但越简单的东西，比如说我永远只是一个很简单的选项，一眼就看出来了，那样的话，然后其实你其实没有经过太多的思没有考，所经过太多以可思考，能没有办法 对不对？stick，没有 stick 起来对，没法 啊。stick。所以呢，嗯，我后来就想，我怎么把这个大数中文，把它和这些，我其实是为了帮助中文学习者更好学习中文。大数的对，频道的目的就在这里，我们怎么没错，利用好这些现有的材料呢？
因为我们之前有 Patreon 那个频道嘛，对不对？我们有作为我们的会员会提供一些特有的这个视频呀等等，还有可能和我们练习说中文啊等等。我觉得就是现在我们准备奉上一个，对我而言，就这段时间我想，对我而言很有用的这么一个方法的一些东西，就是一些练习题，就是和每一集播客就是你听完之后啊。因为这在记忆里头有一个东西叫做间隔记忆，其实很多人连这个遗忘曲线都知道，就是你看完一个东西，听完一个东西之后，不要马上去回想，没有用，因为那可是一个短期的记忆，你肯定能记出一些东西。比如你放上2-3天之后，你再去做这些事情，再去回想。所以我们会把这个东西做出一个练习题，练习题呢会摘出20个精彩的句子。摘出来之后，大家其实啊，因为通过这些句子，我会标出这句话是谁说的。大家要是看过这个视频，你肯定能回想一些当时是什么样场景，这个嘉宾或这个主持人说的为什么说这个话。同时呢，这每一个句子我觉得很有用啊，都是我们日常生活用到，而且每个句子呢，不管里面可能会有很精彩的句子，就是很精彩的句型，或者特别实用的这个词语。你可能在别的地方，其实你要去专门去学很难学到，只有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不自觉的说出来，对不对？而且我觉得学习语言还有一点，就你绝对要去用它。就是我的题型啊，其实我会包括很多种，有选择题，相对会简单一点点的。但是还有另外一种题目呢，就是有些词语它有很多种解释啊，我们字面的解释或一般的解释这个意思，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可能有别的解释。这个时候，我希望大家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去找一找这个意思，再去点啊，去找啊，去想一想。你一旦去就是想，我们提出来那个重要的东西，但是有些词语或有些用法，你自己去找它的用法，自己去找它在词典上的意思也好。那我们只是提点出重点，因为这些重点可能其实都是母语者会用到，日常生活用到，我们把它提点出来，让大家知道这些词语是值得注意的。对，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其实我觉得还有那种句型，就是我觉得真的我们中文有很多句型，独有的句型，就像就是我上一期这个里面有一句什么开启了什么什么的路，这种东西其实你在课本里很难学到，但是我觉得提供你这么一个句型，我希望你去造句子，去想一下怎么去造一些有用的句子。而且最后一般情况我再会出一个小论述的题目，就是说大家我出其中有一个点，大家比如说你是怎么想这个事情，因为我们真的需要去运用语言，我们才能真正提高。这样所以真的把整个这个视频好好的利用起来，而不是只说哎呀我觉得看过了就等于我学过了，好像学过就学会了，真的不是这样子。我真的觉得需要付出一些时间和精力去做这些事情。其实听过我们的播客跟真正你会使用里面的词语是两回事，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在听完我们的，因为我们的播客的这个观看率蛮高的，可见很多人是喜欢我们的播客，但是我们播客中用的生活词语，你是不是真的听得懂了，还是若有似无的感觉？对，而且还有一点，其实有些朋友确实也想通过播客好好的去学中文，他认真的去抠字眼啊。但是这有2个点，我觉得就是第一个，播客太长了，你要一个个去找，一个个去学习。你不要说了一个视频，你可能不要说几个视频，一个视频你都学不下来，你就觉得太累。太多了。而且第二个你不是母语者，你很多一些细微的精妙的东西你不知道。所以我们帮你挑选出20个地方，一个视频你要能把20个句子学会，在20个词汇学会，我觉得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收获。对，还有就是我们在播客说的中文，当然是平常生活会用的，但是哪一个是更重要、更值得学习的，或许学习者是不晓得的。那我们可以从中取出20个重点精华，那你就知道这些是必须要学的，或者是很重要的啊。对，好，那我们等一下会实际来做一下模拟，就是灿叔有
好，灿叔有针对我们上一期有做个模拟题，我们等一下来试试看，我们会实际怎么样帮助各位来理解我们的播客内容。好，那我们先来跟同学们打一下招呼啊。聚练之城，这个名字真的是好神奇的名字，好帅的名字。而且这位同学也说他也读过《认知天性》这本书很有名的书吧啊。好，欢迎宋平，还有 Jennifer， 还有这位 Chatty， 你好。这上回来过了，我记得好像。对，林子欢迎好，那各位同学，我们今天大叔们想要聊的就是怎么样能够更有效率的来利用我们的播客，因为我们的播客都会进行一些专访的环节，当然我们用的也是母语者会用的语言，还有句型，还有一些谚语，所以我们这个灿叔看了这个《认知天性》这本书之后，他思考了一些方法，怎么样让同学们能够更有效率的利用我们这个直播的时候用的词汇，不是直播，播客的时候，对的时候用的词汇，包括句型、论述，还有一些选择题型。Duru 同学你好 ，Yes in Duru 好，那灿叔，我们这个用说的可能同学们无法想象，我们干脆就来实地来做一个题目，让各位同学了解。那各位同学，这个配套练习呢，就是我们以后会做的一个单元，能帮助你更了解播客里面说的重点内容，有20个重点内容。那我们不用20个都做了我们来看看一些题型好，那这个所以到时候呢，当然这个我们做出来，希望大家能够更支持大叔中文，对不对？所以这个配套到时候我们会纳入到我们的会阶里面。灿叔，我们目前规划可能会加到哪个会阶去？加到这个小鲜肉吧，第2阶，每个月是$6那个6美元好，那这个其实$6一点都不贵了算是一个可能喝1-2杯咖啡就有的钱那小鲜肉，那这个灿叔我们提供的频率其实是每一期播客都会每一期就是从现在开始，每一期都有。从现在开始的，对。但是我要是有时间，我会把之前的也补做上。OK，那各位同学，如果我们等一下会介绍这个新的福利，那本来小鲜肉是提供各位同学故事的内容那我们现在呢，可能就把故事的内容换成这个福利那所以目的是希望让各位同学能够更专注在我们播客的内容，更去了解我们讲的一些词语或者是句型哪一些是重要的所以这个跟各位同学来预告一下，以后小鲜肉会有这样的福利，原本故事的内容我们会暂时取消然后以这个配套练习为主。好，那灿叔我们来这个介绍一下好了就是说最主要是灿叔会挑选出20个精选的句型句子，那方式有几种，我们先来看以这一期这个菲菲来这一次的播客为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一个，来我们灿叔介绍一下好了。好的第一个呢是一个选择题，因为茶叔在里头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位嘉宾跟笨叔的关系匪浅。对，那我们来看一下，有2个选项，大家可以选择一下。这个匪浅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对，那这个其实各位汉语学习者，你们平常说话绝对不会这样讲，谁跟谁关系匪浅，这个是母语者水平的用法。但是如果你从播客中学到了这个词语，哇，那你的中文就会变得非常地道。关系匪浅一讲出来，我就觉得你不像是学习者了，你已经进阶到母语者的水平了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怎么用，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方式，我们通过选择题的方式。然后裴静说是 A 然后这个聚敛之城说是 B。好 A 的答案是什么？ A 的答案是这位嘉宾和笨叔关系一般一般那 B 是这位嘉宾和笨叔的关系非常好。
那各位同学，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建议你去查一下词典，这个匪是什么意思，对不对？匪在这里其实是比较难，其实就是不浅，对不对？不是不浅，就是其实是关系很很深呢，好的，很很深的，深的对，哦。它关系匪浅，就关系不浅，那其实就是关系非常好。所以这题答案是 B 啊，这个嘉宾和Ben叔关系非常好。那各位同学，你在听播客的时候，可能我在说关系匪浅，你就让它过去了，但是其实这是个重要的学习点啊，所以对对，你会发现这一个所谓的配套练习，诶，还真的把一些重点抓出来了，会对你非常有帮助啊。好，那这个当然选择题型是其中一种啊，我们还有看看，好，这也是选择题型，来这个灿叔念一下题目吧。菲菲说，然后今天又认识2个新的小伙伴，这里的小伙伴指的是 A 好，才认识的年纪比较小的朋友对，B 才认识的朋友有点可爱的说法，可以拉近彼此的距离。对，好，来，同学们你们选一下吧。林子说非是不是的意思啊，不浅，关系不浅啊，对，非浅，对。好，那各位同学，比如说你真的加入到小鲜肉这样的会接的时候，你得到了这个配套练习，你会发现我们会把影片中、视频中的20个重点抓出来。其实20个你都学起来，你就很厉害了啊！你等于是学到这个视频里的精华了啊。好，宋平觉得是 B， 才认识的朋友有可爱的说法，有点可爱的说法，可以拉近彼此距离。诶，老伙伴，对，Hello Cherry 来了，Cherry Art，对，所以各位同学你们都答对了，但是呢，可能有的人不晓得小伙伴的意思，会以为是真的年纪很小的朋友吧？对呀，啊，对那其实菲菲那个时候在视频里面说的是指我们几位大叔啊，对不对？那不可能是年纪比较对，小的，不可能是小，我们就是老了，对不对？但是对有时候他这样讲是拉近距离，把我们当做好伙伴啊，那听起来会比较亲近一点啊。好，而且呢，比较有点幽默的说法，我听了我会会心一笑啊，比较幽对，默的感觉啊。好，如果你说我认识的好朋友，就会觉得很平很一常，般呢，感觉很 很一般。normal。对对对啊，所以这个语言你用的词不一样，会让人觉得更幽默，或者更拉近距离，就很好啊。好，OK，那我们再来看第3题。好，来，参数念一下。菲菲说：“其实最近我自己也在给自己在做复盘。这里的复盘呢，原本指的是下完一盘棋，把棋子呢按照比赛的过程呢再摆一遍，对，从而看看自己哪里下的不错，哪里又没有下好。对，但是我们现在想一想，这里的在这个句子里的复盘是指什么意思呢？这个对，时候就需要同学们去思考一下，通过句子，然后再去自己查一查，想一想这个复没错。盘是什么意思了。像这种题目的设计在于说，各位同学先不要急着去查词典，先试着以自己在视频中听到的理解去解释一下意思，用自己的句子，讲错都没关系。讲完之后，你再去查词典，看你跟你想的意思一不一样。像这个复盘这个用法，台湾我们是不用的，但是像我也必须会猜一下。所以其实在这个视频里，复盘对我的意思完全没有障碍，因为我可以马上猜出它的意思。但在台湾没有用复盘这个东西，但是我完全理解它的用法。所以各位同学可以去想想看，复盘会是什么意思？在这里就是菲菲会用复盘是什么，会是什么意思，对不对？哦，所以这个各位同学也可以试着自己解释看看。像如果我的解释，我就会觉得说，可能菲菲开始再回顾一下自己的人生，然后呢，看看自己人生之前做了什么，然后以后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做法，有新的开始，对不对？林子说自己里的自己，自己里的自己。好，然后 Cherry R 是说分析，做复盘就是为自己的人生来做一些分析。这个分析不够准确，就是不够准确。好，宋平说休息，这其实和这个棋子的还是有一脉相通的地方，对就是对对你首先要回顾，你要回顾对，自己，比如不管是一生还是一段时间，或者你做的一些嗯哼，事情，你要回去看，所以首先对要回顾，
然后需要反思，去想一想自己嗯，到底有些地方是不是没有做好，我下次能不能改进？对有些地方我做的挺好的，下回我可以继续加强吗？其实对和那个棋子的意思还是比较接近，我是觉得主对，要是因需要一个反为思的过程。好像过去的嗯自己在嗯下一盘棋，那现在棋子下完了，你会去思考你这盘棋下的好不好，哪里需要改嗯进。就像你回顾你的之前的人生一样，你之前的嗯，人生哪里的决定是做错了，我可以做得更好，现在的我可以做得更好。所以我们一般做复盘，我觉得有点像反省自己的感觉吧。对，反省对，反思，反省对，自己，反思。那宋平说休息不一定是休息啦，因为你嗯最后复盘的结果可能不一定是休息啊，对，不所以我觉是休息，得这个比较像反省自己对哦，反省自己。那我们这个英文反省好像叫 reflect，对不对？哦，，reflect 好像对，是对，反省自己就是说你自己之前的人生过得好不好？那有没有哪里做对了，哪里做错了？你希望之后的人生能够有更好的处理方式啊？对，林子的复盘都是黑色的，对，所以这个复盘其实有一点是反省一下自己过去的人生。那当然，我们复盘的目的是为了希望以后的人嗯。生能够做出更正确的决定，过得更好啊。对，而且其实在现在因为养了孩子都会知道，就是有时候孩子有矛盾，父母和对，孩子有点争吵啊等等，嗯哼，但是你需要就是这个事情过后，你需要和孩子复盘一下，比如说讲一下当时爸爸啊，妈妈是什么样的心理，就是嗯哼，说你是什么样的状态，我们互相这样说一下，能不能对，下回就这种事情就不用再出现了，这也是一种对对对复盘，就这一对，个事情，不用去讲很多，嗯，就这一个事情也是一种小复盘，对。就是可能针对某一件事件去嗯做重新的描述分析，告诉孩子为什么你那样做是不对的，为什么嗯。你那样做是好的，帮孩子做个复盘啊。而且我对们也可以说，我们父母其实爸爸妈妈可能也没有做好，当下我可能太着急了，也可以要说啊，出来，也要对需要道歉的地方也要道歉，就是这对，些都是这也是一双种复盘，向的，对对。没错。而且我真的觉得就是这种句子啊、题目啊，你给出来之后，真的瞬间就能想起当时菲菲在说这些中的上下文，我就能想起来。对，因为我们很多没错，时候记忆就是这么回事，有一个点被你触到了，周边的很多东西就出现了。所以就对是我们对对同时在做这个题目的同时，你可以去想一下当下的，对比如说你看到的视频里头，嘉宾们到底好像说了些什么东西，可以对。回想一下。嗯，其实我觉嗯得灿叔你这种题型会出嗯的很棒，嗯为什么？因嗯为各位同学你在看视频的时候，常常会遇到有些词汇你真的不晓得，所以你一定要多用这种题型去练习，自己先去猜意思，再去查一下词典，或者跟母语者讨论一下这个词语的确实的含义是什么。我觉得嗯，这个可以增进以后你在听母语者说话，可能听到一两个词汇不晓得，你的大脑马上会协助你猜出它的意思来。我觉得这个猜是很重要的学习过程。学习语言，像我们学习英文也是一样，有些词语我其实不晓得，但是我根据语境或上下文，我可以立即的猜出它的意思。所以这个训练大家一定要努力去做到，不然有时候听到新的词语，你会慌，你会急，所以反而什对，么都听不懂啊。是的，好。是的，好的，那我们再多做几题好了，让同学们看看我们这个题型哦。还有一些别的题型，对，对的，好，来，那灿叔来念一下。对。菲菲说：“对我来说，确实是人生影响很大，就是完嗯哼，全改变了一个方向啊。对方向原本呢，就是指东西南北这些方对位。那么对这里的方向指什么意思呢？这可对，能方向就是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状态了，就不是可以需要那种我想一想了。们觉得那个方嗯位，东方、西嗯，方、南方、北方，就不是这种字面的意思了。那各位同对，学，你们可以猜猜看吗？这里的方向会是什么意思啊？好，刚刚说字面啊，这里的嗯方向并不是它字面的意思，并不是那个 literal meaning，它是有一嗯个比较深的含义。那不过我觉得这个含义比较好猜，各位同学你应该猜得出来它的意思，嗯完全改变了一个方向。
这个方向指的是什么？那这个我觉得我们学习语言最重要的是输入跟输出嘛。所以你现在听的播客有很多输入了，但是你要让自己有输出的机会。那这个是最好的方法，自己去想一想我要怎么去解释。所以灿叔，我觉得学习中文其实收获最多的永远是那个老师。为什么？因为那个老师要准备课件，准备对，材料。准备了好多东西，对对。通常一堂课下来，收获最多的通常不是学生，是老师。因为老师要针对词语去思考，去找资料，去解释，所以老师的收获是最多的啊。而且好，通过这个茶叔这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有时候可能播客这个有点长，可能同学们总结起来有点困难。但是比如你平常自己看一些短点的这个视频，你真的要学会去总结，学会到里面去找一些点，真的是这样。你这个就是成长会很快，语言成长。你像我老婆，她是做那个儿童教育心理学的东西，她是跟着一个老师去做这些东西，他们也那个老师就是自己讲课，讲完课之后，他们其实需要把这个很多东西做成一个 PDF， 就是 PPT， 很多点是需要自己用自己的语言去总结的。对，你总结出来之后，其实这些东西就是你的了，就变成你自己的了。对，所以我觉得各位同学，当你听完了一个播客，看完了一个视频，长或短，但是呢，你应该试着去自己重述一次这个视频在说什么。我觉得这种输出是最有用的，因为你的脑中不断的在重新组织这个重点跟架构啊。好，那很多同学都告诉我们，林子说这里的方向是未来。未来有点宽泛，对，道程过程吗？道程。他是说路程嘛？道程中文没有这种说法。没有道程，路程啊，路程。裴静说的是决定 ，OK，改变了他的决定。Cherry 说改变了人生之路的方向。这个可以，其实说你人生的目标呀等等，人生要做的事情之类。其实 Cherry 说的蛮正确的。其实对，菲菲的意思是说某一件事情对他人生影响很大，完全改变了一个方向，可能这件事情改变了他的想法，所以他未来的方向其实是未来的计划吧，未来要走的路的方向。对，未来走的路，未来走的路，未来的人生计划，本来是他这样想，后来因为这件事情他会这样想，改变了，所以他的人生的方向，未来的决定改变了。路程，对，可以说路程，未来的道路啦，未来的道路也改变了，所以这里的方向指的应该是未来的计划或未来的道路、目标啊等等，目标等等都可以啊。好的，所以有一些字我们在使用上就不是它字面东西南北的意思了啊。好 ，OK， 我们再来多做几题好了哦。好，来第5题，来，请灿叔念一下。要不这个题和上个题也是一种类型的题，要么再换一个，我觉得因为还有别的。这个要造句了，这个不行，我给你再说一个啊。菲菲说，不是，这个好来啊。菲菲说，所以让我16年回来以后，所以说我16年回来以后也断断续续的去参加了很多的这个电影的这个制作。断断续续呢，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词语，但是有时候好像大家不会能想起来去用这个词语，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想的用这个词语去造个句子，自己脑子想想什么东西是断断续续的。可能在听播客的时候，你听到这个词语，你懂意思，但是你能够在日常生活用到这个成语吗？用到这个词语吗？那这个其实对学习者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对不对啊？对，好，所以各位同学，你们可以用断断续续造个句子吗？还不简单呢，其实比懂这个成语的意思还要难，对不对？对，不仅难，就是你要学习的越是痛苦，你记得越深刻。你要很努力去想这么一个句子，特别我觉得造句最好造那种其实有点形象的句子啊，一个画面，就是你会记得更深刻。因为断断续续这个你可以用在具象上面，你可以用在抽象的事情上面所以这个有很多用法。那这个各位同学，你们可以试着造一个断断续续的句子。
那这个好像我在我的直播课有介绍过断断续续，就是不是连续的不是连续的。好，那同学们在造句子之前呢，我们也来造个句子好了，好不好？让就是说，如果我是小咸肉的会员，我看到这个题目了那我应该造个句子。林子说停走停走，林子你这个不是句子，你要给我们一个句子，给我们这是给咱们解释吗？对什么？对，林子给我们解释，也不一定是讲走路了断断续续可能也是指一个情况好，裴静给我们句子了。老师的直播信号不太好，断断续续的。好，可以啊，断断续续可以。你在吐槽吗？对，这个这个断断续续用在信号是很好的，特别是手机的信号对，或者是这个广播的信号等等，对，信号上，对 WiFi 直播，你觉得对方的信号那个画面不清楚，断断续续的或说话一直有这个间断的感觉，断断续续的好，裴静过关了，裴静的句子非常好。好，而且这是为什么我要选造句的？就其实我儿子今年要上2年级了，上了1年级。1年级我发现他们做的题目很多，其中必有一个题目就是造句。造句绝对是需要你调动自己很多东西去做的那么一个事情。它对你锻炼你的语言能力，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对，其实对母语者来说，我们从国小吧就开始这个习作簿练习本，每次这个国语课的时候一定会有造句练习所以我们是从小练习到大，所以造句对我们来说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好，来 Cherry 的句子来参书品一下。断断续续去复盘自己的文章，一般复盘不会用到文章这种事情，主要是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或者整个人生上的一些事情断断续续。那如果他说断断续续去复盘自己的人生感觉有点断断续续好像也不是用在这儿不是对，可以说复盘自己的人生啦，但是断断续续好像不太会这样说好，来，没关系，很难，没关系，这个我们再多看几个同学的来，这个参数念一下。每天我学习中文，但是我学习西班牙语断断续续。对，这意思上我就觉得倒可以，但是我断断续续的学习西班牙语，应该这样把它放在前面。就是以口语中没问题，但是你如果要写出来的话是，我每天学习中文，但是我断断续续的学习西班牙语断断续续的学习西班牙语。Jennifer 这个很有意思，好像不会用在说话上面，对不对？对。Jennifer，我们一般是做一个事情啦，不会用说话上面。他说话断断续续的，断断续续说明你要是他说话断断续续，是你在一个像你说信号不好听不清楚。对，断断续续，对，不是说你说话这样不是这种Jennifer， 你再试看看吧这个感觉怪怪的好，这个林子的句子有一点可怕。爸爸的脉搏啦脉搏对不对？脉搏，爸爸的脉搏断断续续的，就是应该说不稳定了，越来越弱，越来越弱，不稳定。然后林子我们说脉搏吧对不对？脉搏好。我觉得如果各位同学你要用在一个实际的情景，用雨吧，下雨可以了对，下雨断断续续的。我的搏是写错了，脉搏搏是另外一个搏是什么？手字旁吗？还是月字？哎呀，我查一下。你们中文老师一个字不会写，丢人。手字旁没有手字旁，手字旁提手旁，提手旁对我用的输入法不太一样好 OK， 脉搏是这个搏脉搏我怎么打错了？你这月字对这我输入法的问题搏我们只用拼音的话，它会出现很多。对，因为我是用猜字的，对
好，那脉种类似于那搏。种五笔一样的，把一个个字拆成一对，我部分那种是用猜字啊的，所以我不是用拼啊音的，猜字的。对，脉嗯搏哦，脉搏。好，呃，对，脉搏不稳定，我们比较会常用不稳定，有时候也是嗯，常用词的问题啊，常用词。对对下雨断断续续的，哎，可以吧？啊，对不对？对对，可以吗？啊，这个灿嗯，叔我们其实断断续续常用在下雨。因为下雨，对，下雨有时候一阵，诶，停了，诶，又下了，诶，停嗯了，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用断断续续的啊，断断续对，续的，好，下雨断断续续的，就这个就在是我们带雨伞哦，对平常用的情境啊，断断续续会用在下雨。好，那所以在这里大家都懂菲菲的意思，就是他参加电影制作断断续续，表示他可能第一个月有去，第二个月没去了，第三个月又去了啊，断断续续的这个感觉。哦，对所以造句也是能够让你理解这个词语怎么使用一个很好的方法哦。好，所以各位同学，你们自己造了句子就知道说，哎，其实还不简单呢哦。那也花点我们时间精力的，要花，对对，那我们这个配套练习其实是帮助你去了解这次的播客里面有哪些重点是值得你注意的，好，值得你对，而注意且真的的地方。是你要自学的话，有时候真的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学。不知对道该，因为我们也知道要问自己问题，然后对你去想怎么去说一些东西，但有时候不对知道该问自己什么问题，完对。全不清楚。对，就是这然后种情况。你可能也不确定这个值不值得学，这句话到底是不是常用的。那所以我对，们挑出这20个重点之后，你就不需要再去思考这个问题了，肯定是平常会用到的。啊，好，那我们再来做几个题目看看哦。这个嗯，这个也治愈，挺好，这个治愈我觉得好，很好啊。好来，菲那灿叔，菲说，然后在云南大理，在那个室外非常美的这个环境下，然对后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很治愈的一个过程。这里对的治愈原本是把病治好的意思，对那么但是在这里这个句子里，治愈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对，我想一下。这个题目我嗯非常的喜欢，因为嗯其实，这边有几个层次啦。第一个层嗯次，治愈一般当做动词，对不对嗯嗯，啊？那不过菲菲在口语中，她把它当做比较像形容词的用法啊，很对，治愈的一个过程。所以这嗯个在口语中，我们是完全能够听得懂，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治愈，通常是治疗疾病，但是它当然常常，尤其现代人压力很大，现在有第二层意思了。所以嗯嗯，各位同学，你们可不可以想想看，这里的治愈是什么意思？当然已经不是治病了嘛，因为菲菲没有生病，对不对？对。所以你们可以去思考一下，治愈到底像英文的 heal，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对不对？啊，而且真的就是说，我们有时候看英文啊，真的看不出来。今天我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也查了一下，看一下英嗯哼，文有时候会怎么解释这个东西。但我觉得对，有时候太过简短，而且它到不到那个点上，到不了那个深层的那个状态上。嗯，嗯，对。所以这个治愈基本上在中文来说算是个用途还蛮广泛的词用的啊，很多很多。很多。嗯嗯林子说轻松哦，治嗯，愈是轻松的意思嘛？哦，云南咖啡很好喝，所以喝了很轻松。嗯，我不是这觉得样吧？不是轻松的意嗯思，嗯我觉嗯得不是那种 relaxing，不是那种感觉。嗯嗯因为在菲菲要去云南，其实我们有时候从语境跟上下文，菲菲可能因为压力很大，或者对，呃自己的心里有一些这个创伤，所以他要去云南、大理。那所以这么美的环境让他怎么了？不一样了，对不对？好，裴静觉得是减压、减轻压力啊，减轻压嗯，力啊，这个轻有点松、就有点了。开心。嗯对，我觉得减轻压力算是有，对不对？嗯。有那个感觉了啊，缓解疲劳，啊，缓这个有点解疲劳，缓解疲劳，这个，缓解疲劳，OK，嗯，治愈，我觉得缓解疲，就是，我其实觉得缓，现在还很多人也会说啊，他这个笑的太治愈了，就是我对们看到一个对对笑都觉得很治愈，那到底是对，什么意思呢？让我们有什么样的感觉呢？恢复到底是，力量，嗯恢复嗯，力量，嗯其实，OK，
我觉得我觉得各位更多是同学心境上影响嘛。对，对，各位同学都讲到一些重点，但是不是那个感觉啊。对，对，其实我们现在也会除了用治愈之外，也可能会用疗愈，对不对啊？疗愈也很常用，不过疗愈是真的是形容词了啊，治疗是当动词啊，疗愈是形容词啊。好，那这个灿叔来解释一下好了，这边治愈比较接近什么样的意思呢？治愈其实就真就是让你感觉整个心里都平静下来了。对，很舒服了，很安。本来其实嗯哼，可能有各种，因为你想想它有一个过程，为什么什么东西要对治愈？一开始你有这种压力啊、不舒适呀、等等，但来到一个环境，或者看到一个很治愈的笑容，整个人心态就平和下来，放松了，对，平静下来了，嗯哼，很舒服对了。这就是这对种治愈的感觉，更讲究其实是这种精神上的治愈的过程，我觉得对。是这样的。对，这里的治愈我同意，就是比较是减缓压力了，然后你的嗯嗯，精神已经慢慢好像获得治疗的感觉啊。那当对，然，因为菲菲指的是他可能之前承受了很多精神上的压力，可能因为情伤或工作的压力，所以他到了云南大理。那我们可以想象他的压力、他的创伤慢慢的好了，所以是精神上的治愈。嗯嗯，所以这里的治愈，当然各位同学你们都有回答到部分，可能他的压力减轻了，可能他真的情商也慢慢被治疗了，他的这个生活也过得非常惬意，他就变对，得更好了主要我觉得这里治疗主要是指精神上的精神是。上我看那个解乏那个《聚解敛之城》说到有一点啊，就是他说嗯的去有风的地方，就他这个啊电视剧是在大理，设定在大理啊这么一个地方，所以大家会嗯哼，觉得这个电视剧给人最大的感觉就是很治愈。很治愈对，对，因为很很多人治愈，在城市里生活，中国内卷，压力很对，大。你看嗯哼，的电视剧里人，他们从城市到这个相对乡村的地方，好像很嗯哼，放松，也没有太大的这个悲喜的这些状态，感觉人对生就突然之间就这么平静了，心里那对种感觉是真的是放松下来，就是治愈的过程。对。当嗯，然，各位同学，你们也没有讲错了其实就是对对，大概精神上的这个层次被治愈了好，所以各位同学，你会发现，你有去思考这个问题之后，你对于中文一些词语的认识会更加深入，不是听过就算了。像我们母语者有时候是因为常常用，所以我们会很了解它深层的意思也不会觉得很奇怪啊。对，好，解乏应该比较像是缓解疲劳那种感觉吧，对，解乏，去按好，摩才解乏呢，一般解情况下。乏对，好，Jennifer 中文也进步很多对呀，解乏的会用。不过 Jennifer 对，成天看那些古偶那电视剧，她可能对很些对对有些大词她是会的。对，振作起来，嗯，也有啦，也不部分了。这其实各位同学，也部分，你们都有解答到部对，分的讲到了一部分，感觉，对，部分嗯。的感觉所以所以就是各位同，因为它需要解释这么一个感觉好像融合了你所有的意思的这么一个词，所以对出现了这么一个词，就这个词对。是能表示着你们所说的所有的意思。没错，所以嗯，各位同学，可能你不晓得“治愈”这个词的话，你可能会用嗯，很多、更多的词汇量去表达你的意思那我们中文当然希望我单纯用一个词语就可以解释我的感受，我不对对，需要用很大的篇幅来解释我的感觉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设定这种题目的关系。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哦，嗯，咋好，了？这啊，个这个当然是我们顺着菲菲说的某个词语，我们做一些联想。我觉得这种题对，目也蛮好的，我个人是很喜欢这种题目，因为嗯，灿叔这一题考的一个词汇是专门的词汇，你不可以用别的词对。汇去取代的。好，来，让同灿叔帮学看一下同学们知不知道啊？问一对，下这个。好，这个就有标准答案的第8题这种嗯，题目是有标准答案的，但是对，你可以从灿叔给你们出的题目去猜出这个标准答案是什么。好，灿嗯。叔帮我们念一下好了。菲菲说，然后今年5月15号，然后自然分娩，顺对，产生了我的宝宝，我的儿子。在这里，嗯哼，自然分娩呢和顺产其实是一个意思。那对，么请问，
如果不是自然分娩或者顺产生下孩子，我们中国人会怎么说呢？好，这个就只有一个标准答案了，而且对，是我们母语者肯定会的。那你会不嗯，会呢，各位同学啊？然而且后是肯定用得到的，在生活中。肯定用得对，到的，而且生活中你嗯可能看电视嗯，剧或生活中会听到啊。对，那这个自然分娩，分娩这个词汇是比较医学专业的用语，但是我们平嗯，常是会说的。分娩就是把宝宝生出来那个过程嘛。对对，好，顺产就是顺利的生产啊，这些都是我们会用的，而且说实话还蛮比较专业一点的用语，但是我们都嗯，听得懂，而且会用的。怀孕，不那是，应该不是。裴静，这个顺产是顺利，自然分娩或顺产是顺利的生下小孩。那嗯，如果你是不顺利的，或者你是不自然的，对，不自就借然的，借助一些手段的去你可生孩子。能要剖嗯腹，对不对？嗯，这个医生会帮你剖腹生产，你不是自然的方式生出宝宝，那这个嗯，中文叫做什么啊？应该茶叔已这样讲，就是经说了，刚才有吗？你刚才剖腹了吗？不是。哦，对，对，医院安排分娩的日子。他们好像没有理解这句话，我发对现。对对，好，嗯嗯各位同学，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如果你不是自然或顺产生下孩子的话，哎，其嗯实好像还蛮多说法的耶，嗯，有严重你跟不严重，对不对啊？有成功嗯生出小孩跟没有成功生出小啊，孩，对那个 不对？就是对不对对。啊？但一般情况下，就是假定生出孩子，我们会说，就像茶叔刚才说的，对剖腹产。剖腹对产就是直接把肚子用手术切开，然对，后把孩子剖拿出来，剖腹产。对嗯剖腹产，好。对，各位同学，你们就是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是自然的方式生嗯下孩子，那我们会通过一些医疗手段协助你生小孩，这个叫剖腹产。对，剖腹产就是用手术刀把你的肚子剖开来，把小孩拿出来啊。对，剖腹产啊。好，可是这个会用到而且这个我觉得还蛮常，就是对啊，不是说这很常用啦，就是这是必学词汇了啊，就对，是日生活中，常生活中绝对就是一个必用必备的一个词汇。就是如果你的太太嗯要生小孩了，医生跟你说这个要剖腹产哦，啊，剖嗯腹产是什么？哇，嗯，就糟糕了。对那另外一种，我还有想到另外一种，就是没有办法生出孩子，啊，那那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这个我们叫什么？这个难叫难难产，产嘛。难产，这个比较我觉得困难了。要学。好，难产就是生不出孩子，那可能胎儿跟妈妈都有生命的危险。是的，难产就是是的。生不出孩子，那可能那个胎儿的位置不对了，所以会难产。那不只是人会难产，动物可能也会难产，对不对啊？所对对，以，所以这些词汇其实是比较专业，但是我们母语者都会，而且你们生活中可能会听到哦，戏剧就中，就像这种词汇，虽然它是很专业的词汇，但是因对为大家平常用的频率很高，对，它已经变成一个日常的词汇了。嗯哼，但是同学们接触的机会可能不多。所以这对对，种题目就是说，也告诉我们一些目标词汇很重要也还是要学起来好，你像这些词汇用英文讲，我都不会讲我也不会讲。对呀，所以这个说真的，就像我们学英文一样，有的词汇嗯，可能很重要，但是我们就是不会对，好，就是剖腹产就是你无法顺产的时候，无法自然分娩的时候，你必须剖腹产。那如果生不出小孩的话，那就可能会难产，会难产。对，好，OK，好的，所以这些词汇，各位同学你们要多多的去接触它们好，那我们再来讲一个好了好，这个吗？这个也是一个对好，那啊。来参数念一下好了。茶叔说，你跟刘亦菲的这个可能协助他、帮助他，然后也开启了你想要演戏跟当导演的路。
这里的开启了什么什么的路，是指找到一个机会开始做一件事情。请用这个句型造一个句子。好，这个如果各位同学你在说话的时候，什么什么什么开启了什么什么的路，哇，大家会眼睛为之一亮，哇塞，你的中文进步喽，你的中文到了母语者的水平了啊！因为这个讲出来感觉是一个还蛮厉害的一个句型的啊。对，一个句型相对会复杂一些，大家可能平常表达的是相对很简单的一个短句子，这个其实就有点复合了，我感觉这种状态。这英文我都不会讲 ，open the road，这个英文我都不会讲啊，这个开启了什么什么的路啊。好，所以比如说你觉得某一件事情让你的人生有了一个新的方向，你就可以说什么什么开启了什么什么的路。对，那这个句型听起来就会非常的哇，不只是地道，而且还蛮有内涵的，很深入的感觉对，好，所以这个同学们你们可以造句看看啊。就是我们开始做大树中文做大树中文开启了我们做网红的路，对，或开启了我们的自媒体的路或什么的，对不对？对，都可以。或者是OK， 好，这个聚敛之城说。大叔们开启了我学习中文的路。我觉得可以，也可以。灿叔，你们会不会常常用什么什么之路？之路开启了，比较文言一点。的路之路的路比较常用了开启了学习中文的路。好，大叔们开启了我学习中文的路。我觉得可以啊。可以，挺好的，挺好的啊。所以各位同学，你们也可以自己造个句子，比如说这个突然要想还想不出来呢。对，好，来宋平的句子，来灿叔念一下。做生意开启了我梦想的路啊，梦想的路。如果我听到宋平跟我说这句话，我会觉得还蛮厉害的啦。对，就是这个句型还蛮厉害的哦。对，好，我觉得没问题，可以做生意开启了我的梦想之路。对，之好像是台湾用的比较多吧，大陆对我比较习惯讲之路。对，好，都可以，都听得懂。好，来这个灿叔念一下 Cherry。他的对话开启了我在外国工作的路，这个感觉有点不够具体吧？什么话？对，他的对话说了什么呀？对，我会特别想要知道，那是什么样的对话？或者是他的鼓励吗？他的鼓励，对他的帮助，或者他帮助他的提供的机会等等嘛。对，他的帮助，他的协助，他的鼓励等等开启了我在外国工作的路好，这个看大叔中文是一把开启成功之门的钥匙。OK， 那这个林子用的又是不同的感觉了啦。对，看大叔中文是这话是没有错，没有错，这句话没有什么问题。不过这里就不是用这个句型。不过我觉得也写得蛮好的，林子这句话也蛮好的。是的。好，裴静说的这个朋友开启了好友的路，把我的微信删除了。没看懂啊，啥意思？好友开启了朋友开启了好友的路。我也看不太懂。就是他就是他意思去找别的朋友了吗？不把是这个意思吗？对，可能是。裴静，你这个反正你这个句意有一点不太清楚啊，有点模糊。OK， 对，我不太了解裴静的意思啊。他估计是说他的朋友去找别的朋友了，所以把我的微信给删掉了。对，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某件事情开启了你人生另外一种可能对，像这个用法比较多了，人生的一种可能会比较多。对，所以这种句子你可能怎么写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是蛮多好玩的句型可以去创造的啊。对。那么咱们看，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看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是另外一种这个题型。好的，没问题。来，那灿叔帮我们念一下。我甚至写了一个没有正确答案啊。对。菲菲说，可能我们在一起相处大概有1年左右的时间，
然后我才会像你说的，我觉得，这个人值得我托付，可以托付。值得托付在这里指很信任对方，相信自己和这个人在一对，起，自己一定会很幸福。那么嗯哼，请问，你觉得当一个女人觉得一个男人值得托付，她是看到或感受到这个男人的哪些品质？对。我觉得那这这个也是一个个我们去这个是很好，想一下的。算是一个论述题了，对不对啊？那对对，论述题也是帮助你用中文输出的一个很好的提醒啊。所以其实各位同学，我们这样子一路看下来，就是说我们现在小鲜肉换成这种配套练习，可以让你更知道我们这一集播客的重点，然后也可以帮助你思考啊。那这个另外就是托付，托付一般来说是女生会对男生，对不对？女生对嗯嗯，男生，或者是你把小孩托付给一个人也对呀、可以所以这个在古代是不是有这种古代的托时候孤是吗？托孤，对，托孤，托孤对吧？所以这个通常是用在这两种情况，好像不能用这个把男人托付给女人，好像就会很那也奇怪，会很把弱的奇怪。托付给强的嘛？对对对，你说对托付一是这种状态定是把弱的，当然我们现在女性主义啦，我们不能说女生啊？是弱者，只是说，对对，传统中国社传统意会义上的这种感对受，托付是一般来讲是会把弱者托付给强者，或把而且我觉得，女性就算时对代再怎么变，女性主义等等，女生其实基因里头，我觉得还是希望找一个能托可靠的付终身男人，或值得对，依靠的男人，是没还会有这种错没错，状态。对，所以托付一般来讲是女性托付给男性，或弱者托付给强者对对，托付的词的意思是这样子。好，那 Cherry 说责任感责任不是责任性责任感嗯很好。这个没有标准答案，所以各位同学，你们能够想到的都可以但是呢，就是说你要学习去思考这种论述的题型，思考的越多方面，那你的输出就越大越多Cherry 觉得是责任感责任感。多点啊，好，OK，没问题。这个林子说是要男子汉，嗯嗯，男子汉，这也可以啊，男子汉也可以啊，男子汉对顶天立地嘛，对不对？对，林子要的是一个 man 的，很 man 的那一种男人嗯男子汉，能够帮他解决问题的嗯，很好啊。好，这个赚细点钱其实之神说也是一种能力，赚钱，你要是完对全不会赚钱，其实也不好。对，对，很多女生希望找到比较有钱的老公嘛这也是嗯嗯。很正常的事情。对，然后很好，富二代，对，很多人觉得要找富二代，我倒觉得有个未必是一定要找很有钱的，但我觉得赚对钱能力肯定是要有的。你要是那对，种一天游手好闲，不怎么赚钱，肯定也不行嘛。就是而且呢，会赚钱的人通常这个也可能在赚钱那方面的知识也比较多嘛好对对，好的，所以像这种题型基本上是鼓励大家学习去思考，去论述自己的观点，每个人观点也嗯不一样，所以各位同学，甚至理查老师建议大家，就是你可能有一群学习中文的团体你们可能有一群同学都在看大树中文，嗯，那你们可能看了菲菲这一集的播客，你们可以坐在一起，用这些题目来一起学习中文，一起，比如说一个读书会，一个读书去讨的论呐，去对，可以讨论，去讨论。你们用这是20个题目去讨论，我相信你们的中文会进步很多。而且我觉得，因为这所有的题目基本上很多都没有标准答案的，对所以我基本上我觉得没有必要提供标准答案。有些有标准答案对，的，大家可以查一查也能查到，也是没错，希望大家能主动的去学习，对，不是说那种简简单单的，你只所以其实要给个 ABC 就行了那种。对，其实这些题目也希望开启各位同学能够用讨论的方式去学习中文。所以我的建议是，各位同学，如果你身边有学习中文的朋友，你们的水平又非常的相近，你们都利用大树中文的播客在学中文的话，这样的20个题目可以让你们坐下来，或者在线上一起讨论这20个题目，每个人分享自己的观点跟想法。通过这样的输出，绝对对你的中文有很好的帮助。所以你不需要再自己去想到底我要怎么去讨论，因为我们都帮你们做好了。这种题型，我觉得特别是4、5个人大家一起讨论的时候，帮助最大
对因为对，大家可以形成一个讨论的氛围，大家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有可能就像你说治愈这一个词，一个人想到一点，一个人想了一对点，每个人想一点组合起来，对不对？对，甚至我觉得线上有汉语老师的话，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东西，你可以把我们大叔的这个播客当做一个教材。那你可以请你的同学看完了我们的播客之后，你用这20个题目跟你的同学做讨论，跟你的学生做讨论。我觉得这个材料也对汉语老师的帮助很大，可以对，通过我们大树中文的播客，加上这种配套练习，我觉得你就可以完成一堂课了，都不我觉得可以，需要做。真的可以。我就觉得这对种类型，因为我们3个都是做中文老师的嘛，我们知道对其实最主要上课的时候，真的需要问学生更多问题，问一对些问题，有些相关的材料问题问他，让他们去回答、去想，对，这样才没错，能真正锻炼你的中文能力。对。所以如果是汉语老师的同学们的朋友们，你们可以请你的学生先看一下我们的播客，他看完之后，你告诉这个学生说，我们下一堂课要讨论这20个问题。那其实对你准备材料也是减轻蛮大的压力的哦。OK， 所以这个再跟各位同学预告一下，就是呢，我们这个配套练习这个材料是会放在付费的会员里面的，所以参数我们放在哪一个会阶里面？小鲜肉就是小鲜肉第2第一阶，节是小鲜肉，第2是小对鲜肉。对，小鲜肉每个月好像只需要$6，所以绝对不会造成各位同学很而且大的小鲜肉压力它有这个，还有就是小鲜肉的福利，它也可得到。啊。对，小鲜肉的话，每个月有2个专属2次。视频。对，就是我们大叔们会看一部视频，然后做出一些评论跟反应，讲解一些文化呀，讲解一这些些对，东西。所以其实非常划算，欢迎各位同学加入大叔中文的会员。当然，你也可以加入第3阶、第4阶我们都有各种不同的福利，每一阶都可以享受前面会阶的福利，都可以享对对，受得到。是的，是的。好，这位来我今自丹麦的天过会儿朋友就把这个就新的一期的这个放到我会们这个放上去了。会员的频道里，要想成为对我们会员的，可以再直接加入这个。对，那已经是我们的会员的，马上你们就不用等了，马上就可以享对，受到。你们可以想，哎，我还有10个问题，我不知道是什么，赶紧去对看一下啊。没错没错。然后我们在这一期之后的播客都会有这样的福利了是的，是的，好的，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了，那也谢谢各位同学的支持。要把中文学好，真的要有输入之外，也要有输出，所以我们做这个配套练习，就是希望各位同学有足够的输出，然后多多思考，多多去练习，中文才会进步好，那么今天就讲到这了，谢谢各位同学，那我们就跟大家说再见喽，各再见位同学，下次见喽，喽，拜拜。拜拜。